末将赵匡胤，奉左监门卫大将军令，求见左卫上将军。二皇子刘承佑远远地看见赵匡胤走进了兄长刘承训的府中，心中隐隐忌惮。左卫上将军刘承训是后汉天子刘知远的嫡长子，自幼随父征战，颇得众心。枢密有何嘱咐？枢密言，朝中大事，在下不在上，在青绿不在朱子。吴平以上人事更易，有关家与冯令公在，大王不宜多言。君贵可有多余的话？小乙哥历来谨慎，并无其余的话。元朗也是老兵了吧？末将惭愧，天父5年从军，迄今已有6年，还只是营指挥。这有什么好惭愧的？是令尊避嫌罢了。他一日做着侍卫亲军的副都虞候，你在侍卫亲军，便一日升不上去。册命还未曾颁下，这左卫上将军府改成魏王府，还需些时日。陛下洪恩，引我访初唐旧例，至亲事府、帐内府。这亲事都指挥使的人选还未曾定下。元朗，岂有异乎？大郎，他许你了亲事都指挥使。儿子本想推辞，却怕冲撞了他。谨慎些也好。他不仅是皇长子，也不仅仅是左卫上将军，还是开封府尹同平章事。这立嗣之意，那他便是储君了。陛下诸子，没谁能和他争。可是，枢密伯父和君贵兄儿还等着我回去呢。若是他执意要你，郭枢密也不能不放你啊。罢了，大郎，这可是你的福分和运气啊。你好生躺着，出去看看。当真，当真。老爹，出什么事儿了？1个时辰之前，皇长子轰了。阿爹，是武德司的亲从禁卫。一天。相马，枢密大人在上，末将侍卫亲军副都虞候赵弘殷
奉命来到。陛下和皇后的銮驾马上都到，你的兵把守外围。诺。杨光义守东界，王正中守南界。诺。大郎，紧逼周桥左近。有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皇后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陛下身受9狱之重，还请节哀，赡养龙体。这样的岁月，谁家还没办过几场丧事？朕又有什么看不看的？德惠26岁，结了婚，又有了子嗣，算不得小。大郎，终归还是父我。大丈夫，生当无鼎食，死当无鼎烹。这是天下至重的神器权柄，也是二郎阖家满门的身家性命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要是没有些胆子，1年前便已做了契丹的臣子。冯道老匹夫若是没有胆子，此刻怕是还在漠北草原上过着洋毡子喝风吃雪。这年月，胆子大的才能操弄天下，胆子小的死了。那是侍卫亲军赵弘殷家的小崽子。应当如何做？还请阿舅教我。陛下是天子，心里装的是天下江山，喜怒好恶，常人难以猜度。皇后是慈母，要为子女骨肉打算，喜欢的是孝顺、重情的孩子。前几日我去见魏王，还面色红润，说话生气也足。10几斤重的铁锏抡得虎虎生风，不像是会得疾病的样子。你少说话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儿子小得厉害。
天妒英才。二郎，阿姐，陛下，二郎哭晕过去了。魏王薨逝，除位而旋，国本未定，中外不安，请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赡养玉体，以安朝野。大郎孝顺，也得人心，只是个没有福分的。朕也是个没有福分的。花甲之年，做了乱世天子，却没了儿子。请陛下节哀。今日，请令公与诸位相公进来，是有一件事情要与诸公商议。朕想把太原郡王从河东召回来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陛下，诸子皆已成年，内外大事，何必委之兄弟？令公与夫子以为呢？臣以为此事需慎重。二郎以为呢？臣苏风吉不辞万死，请陛下册立太子，以安内外。二郎，朕问你话呢。父皇，儿臣陛下，皇子是国家庚乃，如此问皇子，让皇子何以自处？臣同平章事苏逢吉，请陛下册二皇子左骁卫大将军为皇太子。苏相公所言，是你的意思？陛下，国本大事，非人臣可以言说，可依照故事。什么故事？臣枢密使同平章事杨斌，请封二皇子刘承佑为周王，拜开封府尹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臣苏逢吉请封二皇子为周王，拜开封府尹，同中书门下，平章事。臣武德使李业请封二皇子刘承佑为周王，拜开封府尹，同中书门下，平章事。夫子以为呢？臣以为冯公所言是。陛下不遇，在职当肃卫宫中。本该如此，非常之时，京师内外本该宵禁。内外兵马，皇城朱门，皆需严密关防，免生祸乱。让入内内侍省将自得殿偏殿收拾出来，权且将就一晚，待明日再行仔细安置。是，下官这便去安排。明日是朔日，天子不遇，大朝就免了。但要颁布辍朝的诏令，还需借重令公。年纪大了，乏了。主公肃卫宫中，老夫便不能奉陪了。二郎那孩子，自家心里都没有底，把这样乱纷纷的一个天下交在他手中，祸难料。那便不给他了。国家的神器，不是金珠宝贝，也不是古董文玩，那是杀人的刀，是焚身的火。腰杆子不硬，硬要碰，要的可不是一家一姓的命。相公，让朕很失望。人心有己不由人，大臣们想的自然是自家的荣华禄位。太原那边刚入京，他们的拥立之功便没了。这样的话，原本就不能偏心。都是一并拼杀，死活了几十年的老兄弟，临到头来，一个个都有自己的打算计较。倒是冯灵公还有些公信。要我说，这个天子之位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如我们前些年在太原的时候，日子过得舒心。这是提及的话，若是朝中的文武，还有二郎，也都能这般想，便是咱家的幸事。回房。今日下场，周王和杨枢密请进，在大殿内说了足足小半个时辰。当值事情的是刘廷让，听了个满耳朵。周王盯上大帅了，说要带大帅去河州府巡练，还撺掇了御史尚书，说你们父子同守京中，有违京中法度，理应回避。官家没有当面允他，说去找冯灵公商议。
走。阿爹，你究竟是何时冲撞了周王？不是我，是你。我与周王素无往来，连面都没见上几回。哦，一句话我都未曾说过呀。周王没有，可魏王有啊。魏王薨逝之前，你去见过他，还替郭荣送了一封书函给他，他还当面许你秦士都指挥使的前程。如今魏王薨了，这些事情瞒不过人的。这算什么？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罢了，不等他动手，明日我便上表，自请外出。没有这样的道理。阿爹，周王既然忌惮的是儿子，要请辞，也该是我这个儿子去请辞啊！你的分量太轻，明白吗？我执掌侍卫亲军这些年了，新朝既立，原本便该让贤的出为巡检、知州什么的，那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大郎，你的品质太低，即便外放，也没有合适的缺分。以你的资序，出了京城，恐怕连个县尉都不够格呀。做县尉都不够格，我干脆辞官算了。鲁莽！阿爹，就算周王赏了我一个县尉，那我赵家的颜面何在呀？与其等他发难，我不如干脆辞了这份钱粮，离开京师。只要他见不着我，自然也就不为一身了。阿爹，儿子给老子让路，天经地义。陛下圣公不渝，为大统计，请陛下颁布一制，册立太子。于兄嫂对我不好，是我自要嫁你的，和兄嫂有什么干系？最稀罕听你的言语。带我从军去，去
取到俺家的钱粮，别回来取光。我等着你来。他走了。父皇，皇后，冯令公、苏相公，此非卑妾自伤之时。陛下大幸，国不可一日无主。周王任孝，国之长嗣，请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致，封周王一称大统。相公们自行决定便是。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。公元948年正月，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，烽烟初定的山河骤然失了主心骨。高祖次子刘承佑年方18，受遗命继位，为昭示程序，安定人心，沿用先帝年号前佑。然而主少则国疑，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。周王承佑可于就前继皇帝位，共辅圣制，同图康公，主者施行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各位，拜见冯令公，拜见两位相公。文中不必多礼。究竟出了何事？李守贞反了，何征甫。这块石头落下来也好，忍了他1年有余。哼，如今他公然作反，这块农疮也该剜了去了。征伐何征甫，河东出兵最为便也。就派李路成，骑兵11日就可以到了。允刘崇为北平王，加中书令，他应该愿意出兵。可陛下不愿意。刘崇贵为皇叔，大秦皇帝曾有一立为储君。陛下刚继位不久，年在幼冲，心结难解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河东之兵还需备边。契丹是万甚之国，虽一时内争不止，然则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有刘崇在河东一日，北边之兵便不可轻举妄动。若刘崇离开了太原，那镇守在云中的耶律踏烈、耶律狄禄便会南下雁门，叩问虚实了。文仲，此番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。